魏无羡，你那是什么表情？江城的声音顺着门冲了进来。你怎么又不敲门，江城？魏无羡的懒腰还没伸出去，被打断，很是不满。我要是敲门，能看到你这发春的表情吗？江城嫌弃地看了一眼魏无羡，怎么又不走了？魏无羡不想跟他扯这些有的没的，直奔重点。江城也懒得管魏无羡的私事，讲了讲一直在跟的租赁事宜对方提价的事情。两个人商议了很久，决定再多接触几家适合的交易对手。为此，江城还要在国内多待1周，等到事情差不多再交给魏无羡。虽然是11月份的第一天，然而跟以往的忙碌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罗清扬的回归让魏无羡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，连房子重新修葺的事宜都交了出去。晚上9点，魏无羡从办公大楼出去的时候，才想起来原定下午跟聂怀桑要开的电话会议还没有开上，料想是飞机晚点，倒也是件平常的事情。魏无羡把手指重重按在指纹锁上，啪嗒一声清脆的声音伴随着门开了，门厅上方的灯安安静静地照在大理石地面上，映出一丝寒光。蓝湛，魏无羡试探性地叫了一句，无人回答。蹬掉皮鞋，踩掉袜子，魏无羡赌气般地坐到了浅灰色的沙发上。客厅没有开灯，远处城市的喧嚣映在电视机的黑屏上，带出一丝城市的流光溢彩。魏无羡站起来，在餐厅随意地翻了翻，蓝忘机的家自然是没有酒的，就连冰箱里比早上多出来的也不过是一些看起来翠绿的方便小炒。好在现代社会最不缺的就是便利，魏无羡拿出手机点了一箱赤霞珠，非常满意，不到半小时，店家就连酒带杯一起送了过来。魏无羡无趣地喝了半瓶红酒，也未见蓝忘机回来，又因为前一晚折腾了大半夜，今天工作也确实很多，没多一会就在沙发上睡着了。被电话吵醒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躺在了主卧的床上，他按了按额头，完全没有印象自己是如何准确地睡到了床。拿起手机，发现已经1点了，电话那边是聂怀桑。虽然学生时代他们一起鬼混着，但工作之后，聂怀桑还真的挺像样子，因为飞机晚点足足10个小时，原定下午3点的会，自然是活生生挪到了后半夜1点。魏无羡迷迷糊糊的起来，才想起来自己是在蓝忘机的家，而笔记本电脑还在办公室。事出紧急，魏无羡不得不去敲对面客卧的门，大约是被江城带坏了，又也许是还睡得有点晕，魏无羡只敲了一下就推门进去了。蓝忘机半坐在床上，台光晕笼照在他俊俏的脸上，显出一丝居家的温柔。他原本拿了一本书在看，此刻大约是因为魏无羡的突然闯入，眉间微微动了一下。蓝湛，你的笔记本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魏无羡觉得这时的蓝忘机看起来格外好接触，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没有礼貌到位。好。蓝忘机站到了地上，他的浅蓝色丝质睡大约是过于丝滑，在他动作的同时也悄悄滑落了一点，露出他洁白的脖颈和看上去就很结实的胸肌。魏无羡偷偷咽了一下口水，又为自己闪出这样不合时宜的念头羞耻了5秒，继续看着蓝忘机在边上书桌收拾笔记本的店员。大概之前蓝忘机自己也在处理公务，笔记本并没有关，于是蓝忘机就直接把他端到了魏无羡的怀里，四目相对了一下，魏无羡不禁后退了半步，磕磕巴巴地说：谢谢呀，蓝湛，我临时开个电话会议，忘了拿自己的笔记本了，一会用完就还你。你先用。蓝忘机似乎轻叹了一口气，淡声回答。魏无羡光着脚就把笔记本请回了自己的卧室，打开屏幕才发现需要输入密码。蓝湛，魏无羡喊得惊天动地，因为他已经坐在床上摆好了一个舒服的可以开会姿势，完全不想再动一下。蓝忘机敲了一下门走了进来，只见魏无羡笑嘻嘻地说：蓝湛，笔记本锁上了，你输一下密码呀。蓝忘机微微顿了一下，身体停在了离魏无羡只有半步的地方。魏无羡只想着这个真的是工作笔记本，也无意窥探别人的商业秘密，于是继续笑着说：哎呀，蓝湛，密码不用告诉我，你帮我录一下就好了。蓝忘机微微俯下了身，一股带着温度的檀香味扑面而来。魏无羡夸张地别过头，道：我不看，你输吧。心里却想着，蓝湛的电脑里不会是有什么心上人的照片吧？
输个密码都这么小心翼翼的，想到这里，原本上弯的嘴角也垮了下来。蓝忘机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了几下，屏幕就解开了。魏无羡听到屏幕解锁的声音，立刻把头转了过来，想说点什么，没想到转得太快，嘴唇一下贴上了蓝忘机还没来得及收回的脸侧。虽然这人看起来清清冷冷，但脸上居然格外的软，还带着空调房里独有的热感和令人心安的体香。鬼使神差，魏无羡的嘴唇不但没有立刻离开，还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对方的脸。蓝忘机立刻收回了身体，略显僵硬了后退了一步，脸上却看不出什么表情。